你还没给钱呢。小兄弟，凭你这酱香饼，日后必成大事。只是近日恐有破财之灾。看在你这饼的份上，我泄露天机助你。送你了，送你了，真晦气。道可道，非常道。志远啊，还没走，过年了还这么拼。二叔，账还没算清楚，走不了。哎呀，账的事儿我正想跟你说呢。今年行情你也知道，猪肉涨，面粉涨，房租涨，咱们这个档口啊，我算过了，全年净利润也就7万多，你4成是2万8，我凑个整3万，行不行？二叔，光中秋节那个月流水就有12万，您跟我说全年利润7万，你懂什么？进货不要钱，人工不要钱，还有隐形成本、卫生费、管理费、打点费。你以为做生意就是卖多少赚多少？那好，您把账本给我看。账本？你有什么资格看账本？你投那9万块钱，那是借给你的机会。要不是我，你现在还在快递站搬箱子呢。这些我都录下来了。你敢录音坑我？您坑我9万我认了，但这录音我不发家族群。您记住，您欠我一个交代。你摆的明白摊吗？我这就3万块，滚出去！好吃，正宗煎饼。好吃，正宗煎饼。外国人能来中国卖煎饼，M国摆摊儿，签证怎么办？二叔，你以为3万块钱就能把我打发了？你等着，等我从 M 国回来，你求我，我都不看你一眼。妈，我不回去，我去 M 国卖酱香饼。去 M 国，你连英语都不会说几句。你二叔说了，你出去就是送死，3个月就得灰溜溜回来。你听妈一句劝，回去给二叔认个错。妈，二叔坑了我9万块，您让我去认错，我宁可去 M 国刷盘子，也不回那个档口。那你这3万块钱够干什么？机票都不够。我找人借。妈，您别管了。志远，2万块给你转过去了，你他妈真要去 M 国卖饼？疯了吧？卖饼不丢人，等我站稳了，请你来吃。Restaurant Brown. My name is Chen Zhiyuan. Chen Zhiyuan. I want to study restaurant management. I want to study 餐饮管理 restaurant management. 餐饮管理 restaurant management. 你为什么想去美国？我想学习餐饮管理，等以后回来，在中国开一家煎饼店。已批准。下一项。志远啊，听说你要去 M 国，可别在外面混不下去，又回来找我借钱。二叔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二叔，您那3万我会赚回来的，让您看看我值多少。7500，撑到赚钱那天。1个月450，包水电，押1付1，先交900。行，谢谢王姐。小伙子，我跟你说句实话，附近中国人多，卖面条、卖炒饭的太多了，卷得厉害，赚不到钱。你想卖饼，去老外多的地方，星光屋、银沙海滩那边，老外认新鲜玩意儿，别在这儿耗。新来的中国人，我跟你说，这种地下室我住了3年，来来走走的中国人没有100也有80，个个都以为自己能发财。结果呢，最长的一个撑了半年，最后还是灰溜溜滚回去了。你这样的，我看3个月不能再多了。3个月够了。够什么？够哭？够站稳。哼，又一个不怕死。老张，人带来了，我老乡肯干。时薪10块现金，洗不完不能走，先试3天。新来的，洗快点，慢了我告老板。
嘿，没事，你脚伤了，少搬点儿。你叫陈？嗯。老板，这个许可证好办吗？这个位置我等了8个月，你先去市政厅排队吧，6个月起步，运气好，明年这时候能轮到你。啊，谢谢。这个位置我排了2年，你别想了。你是陈志远吧？您认识我？你20数年前给我打过电话，说你跑去 M 国了，让我小心点，别被你偷了配方。你给我滚出去！说，我就是想看看。看清楚了吗？这是我店，不欢迎你，滚！咋了？一上午没见你人影，碰钉子了？我去华人区了，那边有家酱香饼店，我想去看看人家怎么做的。然后呢？老板认识我二叔，二叔早就给他打过电话，让他防着我偷配方。我刚到门口就给封住了。你二叔在国内还能管到这儿？什么人啊？他怕我抢生意，在国内坑了我9万，还不够，还要断我后路。别灰心，我认识个人，老周，东新城开杂货店的，咱老乡，人厚道，兴许能帮你。他能帮我什么？他店后面有块空地，你可以在那儿。王姐，现在能带我去吗？王姐跟我说了，你来 M 国多久了？不到1个月。有身份吗？还在等。我现在打工洗碗，攒了点钱，想自己摆摊卖酱香饼。后院这块地空着也是空着，你用不收钱。周叔，我不能白用我付租金。租什么金？你一个孩子在外头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爸，你疯了！他是非法劳工，万一被移民局查了，咱们店也跟着倒霉。你帮他，谁帮咱们？你闭嘴！我说的是实话，这条街最近查的严，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靠自己手艺吃饭，不偷不抢不丢人。再废话，这个月零花钱别想要了。周叔，我跟您非亲非故，您肯帮我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等我站稳了，我一定还。别说这些，把饼做好，比啥都强。好好干，别让我打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都凌晨2点了，我要报警了！有人在半夜投诉做饭产生的油烟，这样可不行，下次再这样就罚款。对不起，管理员，这是第一次，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我跟你说了，半夜不能开火，你差点害我吃罚单。周叔，对不起，我白天要洗碗，只有半夜有空熬酱。白天熬，洗碗请假也得白天熬。你要是再被投诉，这后院我不能借你了。今天卖了多少？8块钱，连油钱都不够。味道不行，我不知道，可能老外吃不惯，也可能我摆的地方不对。别急，先弄辆正经餐车，别用这破锅了，看着就不像做生意的。我没有那么多钱，二手市场有便宜的热狗车，1000多能拿下。1800，最低了，不要拉倒。要。这架子松了，不焊跑2天轮子就掉了。周叔，我不会焊，我来。你记住了，这车焊好以后，白天出摊，晚上别开火。上次管理员那个事儿，不能再有第2次。周叔，上次是我糊涂，以后绝对半夜不碰火。还行，像那么回事了。周叔，这次一定能行。二叔，你看着，明天开始，这辆车就是我的活路。这边管得松，区政府不太查。你在这儿试试，
别挡着消防通道就行。嘿，这儿不能摆摊儿，赶紧走。周叔，管理员，他就停一小会儿，马上走。您看，车还没支起来呢。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朋友，他第一次来，不懂规矩，我这就让他走。今天警告，下次罚款。这个区域上午7点到下午4点要许可证，4点以后东边那条街没人管。谢谢你，谢谢。别让我在这个时间看见你。听见没有？下午4点以后，东边那条街，这就是门路。那我现在就去东边蹲着，等到4点。你这小子急脾气。行，我陪你等。37分钟，然后就是我的时间。别急，先把火点上，把饼烙起来，香味飘出去，自然有人来。哎，谁让你停这儿的？治安员说的，4点以后东街可以摆。治安员，这条街的规矩是老子的规矩，老子在这儿卖了2年了，你滚那边去。好，我挪。又一个不怕死的，3天准滚蛋。先吃吧，不用了，谢谢。多少钱3M 金，给我1份。挺好吃的，虽然有点辣，但很好吃。35块，房租450，煤气12块，面粉8块，净赚15。明天别回来了，4点钟，这还是我的街。煤气12块，面粉8块，净挣19。哟，大老板回来了，今天卖了多少？50、100？不多。我早说了，你这样的撑不过3个月，这才第6天，脸都绿了。卖饼，你卖给鬼去！刘哥，我累了。哼，累，洗盘子不累，你非要去摆摊，怪谁？早点回国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你是中国人？嗯。酱香饼在 M 国卖这个？卖的不好。来1份。这味道可以的，怎么没人买？可能位置不好，老外吃不惯。你摆多久了1周，1天10几份，今天到现在才4份。你拍过视频吗？社交媒体上这种街头美食很火的。我不会。我叫林月，学市场营销的，我帮你不收钱。今天这份算免费的，行吧？行，故事很长。没关系，我有时间。7天，卖了11份，但今天好像不太一样。你昨天说的那个酱香饼英文名，我想了几个，香辣中式薄饼，还是直接叫奶奶的酱汁煎饼。奶奶，我奶奶不会做饼。营销懂不懂？老外吃这套。Chino， 找了女朋友帮你卖饼，卖不出去就是卖不出去，谁来都没用。
他比你强，你只会卖热狗，他至少会做饼。You， 别跟他吵。行，不吵。开工，你站过去，我拍视频。慢一点，对，酱料往下浇的时候停一下。好，再来一遍。你笑一下，别那么凶。想想你二叔，想想你恨他，但你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不会笑。想想你恨他，但你马上就要成功了，笑。啊，他做到了。算了，你就正常做饼，真实一点。你说中国薄饼3美金，尝尝看。中国薄饼，3美金，尝尝看。行，后期给你配字幕。星城美食探索转发了8万粉丝那个，播放量8万了，才1个小时，明天肯定有人来。就是这个。嘿，滚开！你烙饼，我收钱。315美金，63份。二叔，我值钱了。第9天，315美金，这个国家好像没我想的那么冷。这种面粉是有机的吗？我只吃有机食品。这是普通面粉，但质量不错。普通面粉，你知道普通面粉里有什么吗？农药、草糖松，这简直是毒药。女士，这要3M 斤，如果用有机面粉的话，就要10M 斤。如果您想要有机面粉，我可以做，但价格会涨。你不能就这样。天哪，凯伦，就让那人卖他的煎饼吧，才3M 斤，别那么小气。干得漂亮，老兄！那些开论真是最讨厌的，最讨厌的。谢谢。超辣，明白吗？更辣，辣得多。好的，再加点辣。辣得多，更辣。行，够了。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食物，可不是那种加了牛油果和羽衣青菜的白人垃圾食品。他说这是真正的食物，不是牛油果、羽衣甘蓝那种白人玩意儿。我没听懂那么多，但那个大拇指，全世界都一样。第4点半开摊，卖了3个小时。Karen 走了，辣酱没了，饼卖光了。今天学会了饼比英语管用。我说过多少次，这条街是我的，你听不懂人话？治安员说的4点以后大家都能摆。大家？你不算大家，你是偷我生意的老鼠！你干什么？我们可以叫管理员。闭嘴，小妞！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滚！不然我把你这破车砸了，再把你打进医院。你砸吧，砸了我明天还来。住手！我已经打了911，移民安全局5分钟就到。你敢动他试试？吃。你什么意思？你先吃一口，吃完如果还想砸，随你。我小时候，我妈也做这个，不是一样的味道，但是差不多。我妈妈3年前死了，我很久没吃过家的味道。中午我的，晚上你的，4点以后这条街归你。好。
你刚才不怕吗？怕，但我更怕连个摆摊的地方都没有。何塞没砸我的摊，我给了他3盒饼。后来我才知道，他妈妈生前也做一种墨西哥煎饼。有些东西不需要翻译。志远，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不爱听。周叔，您说。你不能一直这么摆下去。你不能一直这么摆下去。为什么？现在生意好，何塞也不找麻烦了。不是生意的事儿。你这车没许可证，卫生局的人哪天来了，一查一个准儿，到时候罚款都是轻的。车给你没收了，你怎么办？我知道，但市政厅那边要等3到6个月，我等不起。等不起也得等。你听叔一句劝，趁现在手里有点钱了，赶紧去把该办的证办了，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周叔，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问。行，走吧，我帮你推车。你的许可证在哪里？我正在申请，还在等。没有许可证不得营业，罚款500美元，立即停业。我不知道，不知法不能作为借口。关门，现在。我早说了，你得有证。我以前也被罚过2次，800。周叔昨天刚跟我说过，我以为不会这么快。去办证吧，这条街我给你留着。你别动，就坐那儿，我先拍几个镜头。拍什么？我又没出摊儿。就是因为没出摊才拍，你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饼，我拍。你二叔的事儿能说吗？说什么？实话，他坑了你多少钱？你为什么要来 M 国？你为什么要送饼？这些就是故事。9万，他坑了我9万，然后给了我3万，把我赶出来了。你对着镜头说一句话：我是陈志远，我卖酱香饼，被亲戚坑了，我不怨他。我是陈志远，我卖酱香饼，被亲戚坑了，我不怨他，我只想把饼做好。你最后一句声音太小了，重来。我只想把饼做好。会有人看吗？不知道，但不是怎么知道？你看到了吗？8万播放，不，10万了！华人圈几个大号都转发了。他不叫我酱香饼小哥24小时不到50哟，万播放，在地下室里也能火，烧高香了吧？第16天，停业的第3天，一条视频换来了50万次看见。二叔，你没想到吧？我也有值钱的时候。坐。陈志远是吧？最近网上挺火的那个酱香饼小哥。王会长，您找我什么事儿？被亲戚坑了，跑到 M 国来从头干起，我很欣赏。谢谢。所以我给你个机会，我投50万美金，帮你把酱香饼做成连锁品牌，统一配方、统一装修、统一管理，你占20%股份，负责技术，怎么样？50万，我占20%。对，你别小看这20%，按我们的规划，3年内开50家店，你这个股份值几百万。王会长，我不开店，我是摆摊的。你知不知道？在兴城做中餐生意的10家有8家跟商会有关系。我知道，那我也不瞒你，王会长，我说了我不开店，我就是摆摊的。中餐馆卖不卖我的饼跟我没关系。你会后悔的。王会长，饼是给人吃的，不是给人算计的。For me, free.
谁干的？不知道。昨晚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报警！快报警！抱歉，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监控录像，我们也没办法。今天没出摊儿，车呢？被人砸了。昨天下午，我看见一个华人在你车旁边转悠，穿着深色夹克，戴帽子，不像是流浪汉。他走之后，我听见后院那边有动静，但我没在意，我以为是你。那个卖饼的呢？车被砸了吧？哈哈哈哈！我就说撑不过3个月。来来来，我给他放过3次送行。哈哈哈哈！嘿，你他妈放什么鞭炮？滚！你再闹，我现在就报警，把你那点破事全抖出去。志远，车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回来吧，妈养你。你怎么撑？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挂了，妈，早点睡。我还能撑。第20天，车没了，钱没了，但我还没走，因为那天在调查局门口我说过，我不会3个月就滚蛋。我没有钱再买一辆车。你就这么放弃了3000块，修车要2000，修好了下个月房租呢。志远，你知道我刚来 M 国是干啥的吗？扫厕所，商场那种公共厕所，刷到吐，真吐，趴在马桶边上。我就想，我他妈一个中专毕业，跑这儿刷马桶，回国算了。回去容易，但你会恨自己一辈子。他说你要是现在回去，以后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自己是逃兵。我就咬着牙又干了半年，后来才开了那个杂货店。你这是？周叔，之前买面粉买车的钱都是您垫的，这钱我早该还了。您对我的恩情不是钱能还的。那从明天开始，你欠我的只有1份饼。老周说他刷马桶刷到吐，没走。我不如他，但我想试试，用200块钱重新站起来。你不能在这里摆摊，许可证呢？我在发免费样品。别骗我，没有许可证不准摆摊，罚款500美元。收拾东西，马上。我没贿赂谁，食物是免费的。你一直在直播里说投我1票，他在给没吃饭的人提供食物。让开！我们只是志愿者，我没那么多钱。收拾东西，否则我们扣押你的设备。他不配合。342组。第5大道与主街交汇处有小贩拒不配合，请求支援。我正在收拾，求求你们！你因妨碍公务被捕，转身。我找律师。我没钱请律师，7天就7天吧。你不能就这么认了。等我出来再说。第26天，罚单500块，拘留7天。桌子没了，锅没了，200块白花了。二叔，您是不是在笑？笑吧，我还有2000块，还有7天。7天之后，我不会停。出来了。先吃点儿。
车没了，你身上还剩多少？2000多一点。嘿，小伙子，这是什么味道？煎饼，中国煎饼，免费的。这是我这3个月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多吃点。饼不要钱，只要你在3年后，我竞选州长的时候，投我1票。你认真的吗？要竞选市长？也许吧。不过我得先做煎饼。那我就帮你。拘留所出来第2天，兜里2000块，1辆破购物车，1锅饼不要钱。有人吃哭了，有人说我疯了，但那个叫老汤姆的老头说他帮我做饼。大家快来，免费美食！你在哪儿？怎么不联系我？又被罚了，车没了，推着购物车在公园送饼。直播画面太差了，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要选你，光喊口号没用。那你说怎么办？明天发地点给我，我过来帮你拍。你把从二叔坑你到现在的故事对着镜头讲出来，让人记住你。行。一边烙饼一边说真话。我二叔坑了我9万，给了我3万把我赶出来。我来 M 国时身上7500，睡地下室、洗碗、摆摊被砸，被罚2次，拘留7天。但我没回去，一个人靠手艺吃饭不丢人。后来我发现有人比我更难，我就想多做一个饼，多让一个人吃饱。饼不要钱，只求你记住我。3年后如果我还行，投我1票。这个能火。你现在出名了，但我可是你的第1个志愿者。拿着，你是第1个。粉丝涨到7万。老汤姆举着纸板站在我旁边。我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真的投票给我，但今天排队的人比昨天多了1倍。我们接到投诉，你被指控用实物贿赂选民，未经许可进行政治募捐，以及未经许可集会。请让开，否则将被起诉。没事，我跟他们走。陈，饼你们分了，我很快回来。所以你是给无家可归的人发免费鲜饼，然后你还会说，请投票给我。我会说3年后如果我竞选市长，请投票给我，但我不会去查他们有没有投票，这只是为了让人记住我。我不会拘留你，但如果你想参选，就得遵守规则，不准用免费食物换选票，这违反了选举法。我明白了，我以后不会再说请投我1票了。你可以走了。谢谢先生。我不怕举报，我怕的是那些没饭吃的人，连一个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你又进去了，怎么不早说？愿上帝保佑你。弟又被举报，又被带走，但这次没有被关。管理员说按规矩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说投我1票，但饼还是会送。35，最低了。要了。丑是丑了点儿，但能跑。
一次巡办，去哪儿？东区工业园门口，中午人流量大，你先试。好，几点？11点，我现在发预告。会有人来吗？这破车比走路还累，你非要跟来，也坐这个。我是你第一个志愿者，不能丢人。直播开始了，已经有1200人在等。1200，预告转了好几百次，你做饼就行，别说废话。免费煎饼，记住这张脸，陈未来的市长。捐款箱里有20块了，40块了。别管钱，帮我递纸盒。免费，欢迎捐款，但非强制。125份饼，197块。现在200了。对不起，今天没了，明天换个地方，网上发预告。你今天说了什么？没说话，光做饼了。做饼就行，饼会说话。大家排好队，不要挤，一个一个来。你猜现在多少粉丝？4万。47000，明天破5万。3天送出419份，总收入630美金，成本210，净赚420。净赚？我又没开工资。这笔钱怎么用？买面粉，接着送。你在直播里可以多说点自己的故事，揉面神顺嘴提一句就行。比如我二叔当年也说我做饼不行，自然一点。你光做饼，人家吃完就忘了，得让人记住你这个人。我试试。别愣着，去吃锅。我二叔以前说我做的饼不值钱，后来他坑了我9万块，给了我3万，把我赶出来了。那3万块确实不值什么，但饼值。面揉好了，酱刷匀了，火候到了，它就香。人不也是这样吗？在线破3000了，167份，捐款315美金。明天上午河狸公园，饼免费，票不用现在投，记得我就行。4天送出去500多份饼。有人说他一定记得我，我不知道他能记多久，但今天那锅饼一份都没少。这里谁负责？是我。我们接到投诉，无证经营，赶紧关掉。他不是在卖，这是免费的。你再徐看，免费也好，他得有许可证。没事儿，我来收。抱歉，今天就这些了。我看过你的视频了，有人在盯着你。去办个临时食品许可证吧。去哪里申请？市政厅，特别策活动办公室，用于慈善食品分丧。谢谢。今天不送了，回去。河里公园饼还没烙完就被叫停了，老汤姆气得想骂人，但那个管理员给了我一张名片，他说去办证。好，我去办。从明天开始，我不光要会做饼，还得学会跟规矩打交道。特别活动办公室在走廊尽头，这个柜台是办理停车许可证的。抱歉，哪边走？左边第3扇门。慈善分发所需的临时食品许可证，需提前30天申请。30天？我这是在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有个漏洞，社区慈善活动豁免，免收费用，无需等待期，但你需要一家非营利组织作为担保方。什么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任何注册的51143组织。谢谢。这里要求食品操作流程、设备清洁记录、原料来源证明，还有担保机构的营业执照和税务文件。我一个摆摊的哪来这些？老周，他杂货店有营业执照。我不想再欠他们了。这不是欠，这是帮你站稳。你先问。志远，什么事儿？周叔，我需要一个非营利组织担保申请食品豁免许可，您杂货店能不能帮我签个字？行，你拿过来，我
现在就签。以后卫生局、税数局查都可能找到您。我说行就行，你赶紧来。第9条，食品储存温度40华氏度以下或140华氏度以上。我的保温箱能行吗？先填上。今天没出摊儿，去市政厅办许可证了。管理员说要证才能送饼，表格全是英文，我再一个字一个字填。林月他在帮我翻译。明天不出摊儿，后天也不一定，弄好就回来。地点会换，私人地方，没人敢。填完了，明天交上去，不管批不批，饼都会继续送。你不帮忙做煎饼吗？我不会做，但我知道怎么防止人们惹事。在线人数3200了，还在涨。你看到那条留言了吗？什么留言？这才是真正的社区服务，比那些人强多了。志远，牛！谢谢。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是的，没有管理员，没有罚款，只有鲜饼。卫生局刚打电话说有人举报我们大规模违法食品分发，他们上午就来检查，让我立刻停止。不点了，今天不烙了。Sorry, no pancakes today. The health department's coming to inspect. But I do have dough if anybody has a pan and wants to make their own. 这真是令人难过。大规模食品分发无许可证，罚款$300，一密点听旨，本城获得许可证。他送的是免费食物给流浪汉的，免费也要许可证。如果食物变质，谁负责？我已经申请了慈善过免，正在等待批准。2周内你会收到回复，在此之前不得分发，下次罚款将加倍。抱歉，兄弟，我尽力了。不是你的错，是我不懂规矩。今天又被罚了300，没锅了，锅还在，但没地方支了。我不说投票了，饼也不要钱，但送饼也要许可证，哪怕是给流浪汉，哪怕是免费。我问了，申请要等2周，2周。我不会停，但我要想想怎么合法的继续。今天就这样。罚单300，停业，等2周。面糊分给别人，自己烙了。1个小时后，从没进过厨房的流浪汉蹲在地上煎饼，煎糊了，但他笑了。我不能让人饿着肚子等2周，明天换条路走。今天不出摊儿，等许可证。我先把表填完，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打出来。2个号都被封了，第一个说24小时，第2个直接封永久。我在帮你申诉。平台回复说有多个用户举报你的账号利用慈善活动进行非法竞选宣传。我没说投票了，说了不说的。举报的人不一定是普通观众，你想想你之前得罪过谁？商会那个王会长王德利，他说过你会后悔的。如果真的是他，那他不止举报你线下，线上也盯着，有组织的举报，平台会自动触发封禁。那我怎么办？没有直播，就没人知道我还在送饼。你先把线下稳住，线上我来想办法。你先别换号了，等24小时那个解封再说。为什么不直播了？被封了。陈，你不能这样躲着。不躲怎么办？直播被封，摆摊没证，一露面就被举报。你得让更多人看见。躲在这里，每次10几个人，你什么时候才能选州长？我现在连饼都快送不起了，还选什么州长？你忘了，你说过，只要还有1个人吃不饱，你就不会停。现在你停了。没停，
明天换个地方，人多的广场，抓就抓，罚就罚。That's my boy。直播被封，线下只能偷偷摸摸，3天送出去不到50份饼。老汤姆说我不能赌，他说的对，明天去人多的广场，抓就抓。这些地方我都熟，流浪汉常去，管理员不常去。不提前发预告，每次出发前1个小时，你去找人，用嘴传，只说地点，不说时间。我认识至少30个人，他们在传给别人，1小时够传遍东区。今天是第1个点，废弃公交站，上午9点。杰克，我叫杰克。陈，很高兴认识你，陈。谢谢。你叫什么？来。玛利亚，女儿5岁。谢谢。内部群聊，我和几个信得过的人拉人进来要人工审核，以后地点不发公开直播，只发群里。你比我想的周到。我以前也被人追过，知道怎么赌。我不是政客，我只是一个卖饼的，但我记住你们了。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新城市政厅里，我会替你们说话。我不说投我一票了，但请你们记得我。邮寄送饼第1天，发了47份，没有管理员，没有举报，记了16个名字，群里47个人，不多，但够了。不直播，不预告，只靠嘴传话，发了47份饼，记了16个名字。玛利亚的女儿光着脚，脚趾冻得发紫。老杰克打仗过仗，现在睡桥洞。我不是政客，但我会记住他们。他骑车快，可以提前踩点儿。你好，我骑车快。他识字会写字，可以登记名字。我在墨西哥上过中学，英语没问题。他叫老查理，帮不上忙就想吃饼。你负责登记名字、住哪儿、几个孩子。你负责传消息，每天地点提前1小时告诉老汤姆。你骑车去3个地方通知。好的，没问题。油盐我包了，别跟我客气。面粉算我的，你管做饼。不过来，我教你们做饼。面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水分3次加。你们只学揉面和装盒。酱香饼游击队这名字谁起的？老汤姆？他自己起的。群审核我帮你做，每天发加密消息。志愿者团队有了6个人，老汤姆、玛利亚、小马丁、老查理、老周、王姐，没人拿工资。玛利亚的女儿坐在面粉袋上看我揉面，小马丁摔了爬起来继续骑。以前我觉得一个人扛就行，现在知道了，扛不住的，有人伸手就得接。嘿，我是凯文 ，TikTok 上有20万粉丝，我能拍一下吗？免费煎饼，随便拍，别挡着队伍。大家，我找到他了，就是那个煎饼小哥，就是那个在 TikTok 上被封号，还被卫生部门罚款的人，他还在这里，躲在停车场里给无家可归的人送饭。这是我这一周吃过的最棒的东西。这位是陈，他带着7500美元从中国来，他的叔叔偷走了他的钱，他被罚款、被逮捕、被驱逐，但他依然留在这里，躲在停车场里给一无所有的人提供食物。为什么？因为他想竞选市长。不，我不是在玩笑。看看这个。15万。你出名了，但树大招风，举报你的人也在看。200万播放，账号解封，粉丝15万。老汤姆说停车场来了好多帮忙的人。林月说树大招风，我知道，但今天下午会有更多人吃到饼。锅支起来就不能因为怕风就收了。
今晚的嘉宾是酱香饼侠陈志远。3周前，他的账号因涉嫌政治拉票被封。陈先生，你说饼不要钱，投我一票，算不算用实物换选票？算，我当时不懂法，现在我只说饼免费，记住我就行。记住我和投给我有什么区别？买票是交易，我不检查谁投了票，我只是希望他们记住，有一个人在乎他们吃不饱。你被举报、罚款、拘留过，为什么还要继续？因为有些人一天只吃这一顿饭，我不能让他们因为我不懂规矩就饿着，所以申请许可证，注册非营利组织，花了3个月。但我现在知道，你真的要竞选州长？如果能帮更多人，为什么不？但现在，我只想把饼送到每个饥饿的人手里。你觉得自己今天算成功了吗？不算，只有当那个小女孩不用再住车里，当摊主不用再躲管理员才算成功。今天只是开了一扇门。Morales 议员想帮你申请社区慈善食品活动豁免，下周来办公室谈。谢谢。今天我没有被赶走，明天我会继续推着车，因为我答应了那幅画的主人，我不会放弃。上了电视，说了我当初不懂法。市政厅门口来了200多人，市议员助理给了我名片。林月的妈妈说我是能成事的人。但最让我觉得值了的是老汤姆举着那块破卡板站在最前面，嗓子还是哑的。3个月前我连许可证都办不下来，今天有人愿意帮我了。6点前能弄完吗？教堂那边9点开始，路上40分钟。能，160份面糊，酱料够300份。行，我开车送你。Morales 说你是不像政客的候选人。神父，我是卖饼的，耶稣也给5000人分过饼。免费煎饼，别忘了盛。320份，创纪录。1100美金，成本300，净剩800多，捐给教堂，场地费。好，我终于不用躲了。陈，你做到了。第一次合法出摊。320份饼，捐款盈余全给了教堂。我不是耶稣，我只是不想再躲了。教堂收到匿名信，说你的酱香饼含未经申报的过敏源，要求卫生局复查。我用的只有面粉、酱料、芝麻，卫生局周5来抽检。好，面粉、酱料、成品各1份。随便取。举报你的人是华人，你得罪过谁？谢谢，我等结果。又是那个王，他还没完。没有证据的事不能乱说。做饼。大家别被骗了，你们捐的钱都被他装进自己口袋。闭嘴！所有捐款都买了面粉和酱料，每一笔都有记录，我可以给你们看。他们跑了。继续发饼，我账户里的每1分钱都可查。现在吃饼。290份饼。你还记这个？谁对我们不好，我记得。匿名信举报过敏源，卫生局抽检。周6有人举牌污蔑我贪污，被扒了身份，灰溜溜跑。玛利亚说谁对我们不好，她记得，我更记得。今天290个人吃到了热饼。昨天有人往教堂门口扔纸团，写着中国佬滚回去，神父烧了。第几次了？第5次。上周捐款箱里还被扔了死蟑螂。Here you go.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不想让饥饿的人失望的卖饼的。只要还有一个人吃不上饭，我就会继续推着这辆车。我不会放弃。第7次被骚扰，第5张匿名微信，但有个小女孩送了我一张画，谢谢你没有放弃。市议会要改法律了，因为我的故事，我不是英雄，但有人需要我，就不能倒下。
所以我们现在是真的了，正式的。官方认可了。陈志远，创始人，老汤姆，街头协调员。我协调员就是负责分发饼干，维持秩序，防止客人打起来。这我倒能行。5个固定点，每周轮换。我负责面粉和油，王姐包辣椒。上月结余140块。明天开始5个点轮流，老汤姆协调志愿者，玛利亚管账，小马丁管交通。人人有份的煎饼，免费煎饼，记住陈。你的社区慈善食品冒险许可批了，5个固定点，每月报备。你就是那个卖饼的，我儿子问我你为什么总被罚款？因为我不懂规矩。现在懂了。从无证摆摊到注册非营利组织，你用了不到4个月。下个月有场社区领袖听证会，主题是流动食品法改革，我想推荐你作为证人发言。我英语都说不利索。你只需要说实话，你的故事、罚款、拘留、被举报、被砸摊，这就是法律需要修改的原因。你说出来比律师有力量。好，我不会念稿子。没人让你念稿子。非营利组织注册了，5个固定点批了，不用再躲管理员了。Morales 让我去听证会发言，他说我的故事比律师管用。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但我知道那幅画还挂在墙上，有人需要我，我就不能倒下。必须严管无证摊贩，食品安全不是儿戏。所谓慈善送餐，本质是逃避监管。有人说我是非法摊贩，我不否认。但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在车里过夜，她需要的是许可证，还是一口热饭？我不是来挑战法律，是请求修改法律，让做好事的人分币先为。我建议移民设计我固定地点设立微细食品企业类别，降低许可证门槛。这些建议不是我一个人想的，是47张罚单、300个流浪汉的名字教会我的。陈先生，你之前说饼不要钱，投我一票，这不是变相贿赂？那句话我说过，也付出了代价。现在我只说饼免费，记住了就行。如果你觉得违法，我可以永远不说投票2个字，但我还是会送饼。你的发言比我预期的还好。你的建议我会以修正案形式提交，2周后表决。如果没通过呢？那你就继续送饼，继续让更多人看见，总有一天会通过。谢谢你，议员，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谢你自己，你证明了小人物也能推动改变。你说话时，那个餐饮协会的胖子脸都绿了。他说的夸张了点儿，但你真的很好。我站在听证会上讲了47张罚单和300个名字。Morales 说我的建议会以修正案形式提交。你今天在听证会上的发言被称为平民的胜利，你觉得自己算成功了吗？不算，只有当那个小女孩不用再住车里，当摊主不用再躲管理员，才算成功。今天只是开了一扇门。你还想竞选州长吗？如果能帮更多人，为什么不？但现在我只想先把饼送到每个饥饿的人手里。¿Qué le gustaría decir a la comunidad latina？ 他问你对拉丁裔社区想说什么 La comida es gratuita. Ustedes no son invisibles. This is Erigan today. Hambu love Savilo O story. Me drolling Cherkum son. 我妈说你是能成事的人。今天我没有被赶走，明天我会继续推着车，因为我答应了那幅画的主人，我不会放弃。3家媒体在门口等我，我说成功不算，除非小女孩不用住车里。众筹4小时38000，评论区全是我们相信你。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信我，但明天锅还会支起来。记者问我算不算成功，我说不算，因为那个小女孩还在车里。但今晚有31000人在网上等我，他们说相信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明天推车出摊儿。陈志远先生获得绿卡的感觉怎么样？能少填几张表了。电视开了没？州长选举新闻。现任州长因竞选资金丑闻宣布不寻求连任，2党候选人混战，独立选民占比高达35%。陈，就是现在，你等了3年的机会，我连市议员都没当过，直接选州长，太疯狂了。我们5个固定点，每周服务超过2000人次，你的粉丝累计超过200万，每次演讲视频播放量稳定在50万以上。你不参选，商会那帮人就会继续控制政策。王德义已经在接触几个政坛的内部人士了。志远，你从一辆破购物车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你运气好，是因为你不认命。
现在轮到兴州了。好，但我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不依附任何政党，还推一个任何政党。3年前，我推着一辆破购物车在这个后院熬第一锅酱。3年后，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要竞选兴州州长。我不是政客，我连市议员都没当过，但我知道一件事：兴州有10万流浪儿童吃不饱饭。那些政客吵了10年，什么都没变。我做了3年饼，喂饱了3万个人。如果你想继续看他们吵，别选我；如果你想找人干活，选我。3年后的第一天，我决定选州长了。老汤姆抱着我哭，林月已经开始写竞选纲领，老周终于点上了那根烟。他们说我是黑马，我不知道马会不会赢，但饼还是会送。我今天正式宣布参选兴州州长。我们要结束混乱，那些无证摊贩，那些非法移民，那些不交税、不守法，却靠施舍流浪汉博取同情的人。兴州不需要这种伪善。他妈的，他这就是在说你。又是那家伙，就是那个派人砸你推车的那个人。他说的那些无证、不交税、不守法，你是以前没有证，但你现在有了。人人有份的煎饼每年都交税，审计报告清清白白，你可以反驳。他说的没错，我以前确实没有许可证，那是事实，我不能因为事实不好听就不认。那你就不说话，让他骂。说话，但不是吵架。我的对手说我是伪善，他说我以前没有许可证，不交税，不守法。他说的对，以前的事儿我不否认，但现在我有了许可证，交了非营利组织，注册了非年时间改掉。他说的那10万流浪儿童吃饱饭，他打算用几年改。我们来一场公开辩论，请他告诉我，为什么兴州还有10万流浪儿童吃饱素？我等着。这条视频发布2小时，播放量已经破100万，评论区大部分是支持他的。查，把他以前那些黑料全部翻出来，无证摆摊、拘留记录、直播被封，找几个餐饮业主愿意实名指控他扰乱市场的，还有他那个非营利组织的账目，找人仔细查，我就不信干干净净。要不要回应辩论的事？先不回应，等黑料放完，看他还能不能站直了说话。宣布参选的第2天，王德利骂我是伪善的无证摊贩，我说他说的对，以前的事我不否认，但我改了。他呢，我等着他公开辩论，他没回，他在翻我的黑料。翻吧，我那些黑料都在罚单上写着呢，我不怕人看。差这么多？差了100多倍，我们的钱全是小额捐款。够了，能买面粉就行。不够，20万撑不过2个月。我联系了几个投资人，他们有条件的。什么条件？陈先生，我们投钱不是做慈善，你需要承诺放弃对大型餐饮企业增税的立场。我不能答应。那些大企业正是小摊贩无法生存的原因。那这笔钱就不存在了。还有2个，条件差不多。不打了，我不能为了钱出卖原则，钱不够。差1800万。酱香饼众筹，每人捐10美金，送1张感谢饼券，可在任何分发点换1张免费饼。用未来的饼换现在的捐款。 10美金不算什么，1万人就是10万。我们每周服务2000人次，1年10万人次。大家知道这是捐款，可以，需要大量志愿者。拉丁裔社区我来发动，我认识至少300人。试试。18万，1周。每1块钱都是幸运，我不会辜负。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要大投资，因为大投资会让我闭嘴。你们投的每1块钱都不会让我闭嘴，谢谢。宣布参选的第3天，王德利有2100万，我有20万。我没有拿风投的钱，因为要我放弃原则。1周18万，不多，但每1块钱都不让我闭嘴。他们买了黄金时段，还在所有平台推广，已经播了6小时，舆论炸了，几个捐款人要求退款。那是行政拘留，不是刑事犯罪。律师怎么说 ？Sarah 说行政拘留不影响参选资格，但舆论杀伤力大，他建议你正面回应。帮我约深城电视台专访，今天下午。你的对手称你有犯罪记录，你怎么回应？广告里说的那些事儿是真的，我被罚款、拘留过，因为我不懂法，但那不是刑事犯罪。
选民应该原谅你的过去吗？不是原谅，是看改变。后来我申请了许可证，注册非营利组织，每年交税。如果一个人改正了，并且用3年帮助别人，你还要用过去定义他吗？你的对手说你非法移民。我有绿卡，基于社区贡献获得的，移民局审核了9个月。如果选民因此不选你，你会后悔吗？不后悔，没有那些罚单和手铐，我可能还在无证摆摊。我被罚过，关过，所以知道法律该怎么改。法律界发声了，行政拘留不等于犯罪，移民组织支持你，评论风向转了，那几个要求退款的又把钱捐回来了。王德利的广告呢？撤了，他们把所有平台的广告都撤了。你的专访被剪成短视频，转发破50万，标题从无证摊贩到州长候选人，他承认了所有过去。评论区第1条，他承认了，他没有撒谎，比那些死不认错的政客强1万倍。明天正常出摊，5个点都去，我带笔不带律师。第45天，王德利用拘留照片投广告，我说不后悔。专访播出后舆论反转，王德利撤了广告，但我知道他会换一招。请2位回答，如何证明自己有能力管理一个州？我有30年企业管理经验，我的对手没有任何从政经验，连许可证都办不下来。我管理过1个月服务2000人次的慈善组织，有300个不拿工资的志愿者。如果这叫没经验，那所有政客都是从有经验开始的吗？你的慈善组织没公开财务明细，我质疑你挪用捐款。这是第三方报告，每1分钱都可查。倒是你的餐饮集团，过去3年因卫生问题被罚款17次。那是个别加盟店。上个月你的一家直营店查出鼠患，报告编号2024098332。你对食品安全的标准就是罚款了事吗？你亲口说饼不要钱，投我1票，这不是？那句话我说过，但在听证会上我承认了错误，再也没说过。你的加盟店被罚17次，你道过歉吗？辩论前你在独立选员中支持率12%，辩论后28%，王德利从35%降到32%。涨了16个点。你把他逼到死角了。那17张罚单、鼠患报告你提前准备好的，接下来他会更狠。他出丑是因为他做过那些事，我没编。你今天表现得像个真正的候选人。我只是说了实话，我花了3个晚上背他公司17张罚单的编号。他说我没经验，我说我管理过300个志愿者。辩论结束，民调涨了16个点。王德利说我贿赂选民，我说那是过去的事儿，我认了。但你的鼠患、你的罚单，你认过吗？他没回答。一个连鼠患都不敢认的人，怎么敢管一个州？州公平政治委员会通知，有人举报你违规接受外国捐款5万美金，从香港账户转进来的。我没见过这笔钱。钱进了你的竞选账户，但财务系统没有记录，有人直接打进了托管账户。有人故意打钱，然后举报。王德利的团队刚向媒体爆料，陈志远接受投资，涉嫌国外干预选举。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个的？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应该做。香港账户，空壳公司，注册人叫张伟民，王德利的远房亲戚，他替王德利管过几个空壳公司。够了，这是顾问的个人行为，我毫不知情，我已解雇他。民调王德利跌到28%，我们涨到35%。我不希望用这种方式赢，我只希望公平竞争。是他输给了自己。石头是他扔的，但砸到的不是他一个人。我们的志愿者被人骂中国间谍，玛利亚的儿子被推搡。真相出来了，但骂过的人不会道歉。继续送饼，他不干净是他的事儿，我不能因为他不干净就停下。有人往我账户打了5万美金，然后举报。再夫查出了王德利远房亲戚的空壳公司。调查结果出来后，王德利说毫不知情。民调他跌到28%，我涨到35%，但我没有笑，因为不干净的手段伤害的不只是对手。明天继续送饼，只能这样。我儿子在学校被拦住，说告诉你妈别再帮那个卖饼的，否则让他待不下去。他们知道我住车里没身份。谁说的？3个白人男孩戴卫衣帽子，学校没拍到脸。被翻脸门，留纸条，滚回你的国家。你别动现场，我让林月报警。我在工业区发传单，2个男人说在为那个中国人拉票，打断你的腿。他们知道我住哪张床，我跑掉了。去最近的调查局报案，别一个人回来。召集所有志愿者，下午3点
教堂。今天我的3个志愿者被威胁了，玛利亚的儿子被拦，老汤姆的床铺被翻，小马丁被威胁打断腿。你可以攻击我，但不要伤害那些只是想帮助社区的人。他们不拿工资，如果这是正职，那我不玩了，但我不会退让。我已经请了律师，报了警。如果你害怕，可以离开；不走的话，出门结伴，遇到事儿立刻报警。我不会让你们一个人扛。恐吓从没让我怕过，但伤害我身边的人不行。玛利亚的儿子被拦，老汤姆床铺被翻，小马丁被威胁打断腿。他们以为我会退，我没有。我把所有人叫到教堂，叫了记者和管理员。民调涨了，但我不在乎民调，我在乎的是玛利亚还敢不敢来。她来了，她没怕，我也不能怕。3年前我是无证摊贩，今天我要证明，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社区。差8个点，团结党选民可能分流投你。王德利那边呢？内部分裂了，几个华裔商人开始观望。星光屋导演拍了纪录片《人人有份的煎饼》，播放量5000万。我不会放弃。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最后一天，银山城来了2万人，纪录片5000万播放，选举日前夜20万人看我。我说我赢了，不管结果如何，明天如果赢了，饼继续送；如果输了，饼也继续送，因为有人需要，我就不能停。你不去拉票，饼再发就行了。我去了，反而像在催票。别浪费传单，这是艺术。独立候选人陈志远预计将赢得选举。指尖下冰冷的键盘，孤独的苍白，微弱主线随风摇摆，无处可归的。你做到了。笔尖下的祝贺陈先生。3年前，我被亲二叔赶出家门，说我不值钱。今天，荆州人民告诉我，每一个靠双手吃饭的人都值钱。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是一个卖酱香饼的。但我想在我任期内，新州不会再有一个儿童饿着肚子上学，不会再有一个小摊贩因为没有许可证而被罚到破产。今天虽然不容易，但煎饼还是很好吃。明天，我们将携手改变新州。我赢了，不是靠嘴皮子漂亮，是靠饼烙的实在。二叔，您瞧见了吗？那3万我挣回来，可我还得还您一句，我值。